有5样食物被台湾人指着鼻子骂了几十年，最新的科学却一一还了他们清白。冤得最深的第1名，现在就在你家厨房，你今天8成还用过它。先别急着问是谁，我们先玩一个小游戏。5个被告在脑子里排开味精、罐头、猪肝、鸡精，还有微波炉热过的那盘剩菜、掉头发、防腐剂爆表、毒素仓库、1小瓶褐色的水、致癌。这些罪名你一定都听过。现在请你在心里选一个答案，这5个里面哪一个背的黑锅最大？我先讲清楚游戏规则。所谓黑锅最大，不是看谁最营养，而是看3件事： 1. 当年被判有罪的证据有多烂； 2. 这个罪名流传了多少年； 3. 冤枉他的人有多少。3项加起来才是冤枉指数。我知道很多人现在心里喊的是味精，毕竟味精是这5个里面知名度最高的被告。那个中餐馆症候群的故事，连没读过营养学的人都能讲2句。那我今天要先把答案的一半告诉你，味精很冤，但味精只排第3名，真正的第1名冤得更久，冤得更广，而且你家一定有。它不是躺在柜子里的一罐粉，它是插着电，每天在你眼前转圈圈的一台机器。先别猜，我们慢慢来。今天这一集我们开一个庭，这个庭我叫它食物平反法庭。5样被告一个一个上来，每一个都走同样的3道程序。第1道，当年为什么被判有罪？我们要挖出源头那一天，那一封信，那一则新闻，看看最初的证据到底长什么样。第2道，新证据是什么？谁重新做了实验？哪一年？多少人参加？结果几比几？第3道，改判结果，有罪、无罪，还是部分成立，其余不受理。我先说一句公道话，这个法庭不是护航大会，有几个被告确实有前科，该扣的分我1分不会少扣，但几十年下来，被冤枉的部分我们一条一条还给他。现在第5案开庭，第5名被告鸡精，罪名是诈财。民间版本说的更难听，1小瓶那么贵，成分表上还不是水跟蛋白质，喝那个不如去买1只鸡回来炖。我们先看这位被告的来历，这是这场官司里最少人知道的一段。时间拉回1835年的英国，有一位在皇室厨房服务的御厨，姓布兰德。退休之后，把他在宫里的一道方子拿出来卖。那道方子当初是为了谁做的呢？是为了当时身体每况愈下的国王乔治4世，做一种浓缩的鸡的精华，给病后虚弱的人补身体。这瓶东西后来走运，1897年拿到英国皇室的御用许可。到了192年代，他跟着商船一路卖到远东，然后就在华人世界扎了根。探病提1瓶，考生桌上摆1瓶，女儿坐月子送1箱，这个文化你我都熟。我们叫它玻璃瓶里的贵族，贵族出身，价格也贵族。那它到底是不是水？我们看成分。市面上鸡精跟低鸡精主打的营养成分叫支链氨基酸，简称 BCAA， 包含白氨酸、异白氨酸、缬氨酸3种。支链氨基酸为什么跟提神有关？这里有一段很有意思的机转。人体内有一种氨基酸叫色氨酸，色氨酸多了会让人昏昏欲睡，而色氨酸要进到脑子里，得跟支链氨基酸抢同一条通道。支链氨基酸多，色氨酸就挤不进去，人就比较不容易犯困。所以在台湾，通过卫福部健康食品认证，也就是俗称贴小绿人标章的鸡精产品，主要的保健功效成分就是支链氨基酸或者是中短链的胜肽分子，诉求是有助于调节疲劳。要拿到那个标章，得被其安全性与功效性的实验资料送审，不是厂商自己说了算。听到这里，你可能觉得那鸡精稳赢啊，哪知道现实又反转了。我们把食药署的定位讲白一点，鸡精、低鸡精本质上就是浓缩过的鸡汤，蛋白质浓度比你在家煮的那锅高，但营养成分的种类差异并不大。而如果单纯比营养的完整度，第1名永远是鸡肉本身，其次才是低鸡精鸡精。换句话说，那些说不如去买1只鸡回来炖的长辈，讲的其实有一半是对的。你要的是完整营养，吃鸡肉；你要的是不想动筷，不想咀嚼，术后没胃口，加班到深夜还要撑一场会议，
那才是这位贵族真正的守备范围。判决诈财不成立，夸大部分成立。它不是水，它有经过审查的功效诉求，但它从来没有取代一只鸡的能力，也不该被当成药。有肾脏疾病，正在限制蛋白质或钠摄取的人，这瓶东西喝之前要问过医师或营养师。这句话我不打算模糊带过。冤枉指数5颗星里的2颗。第5名退庭。第4案被告猪肝，罪名是带毒。这个罪名的逻辑听起来非常顺，肝脏是解毒器官，解毒器官里当然堆满毒素，所以吃猪肝等于吃毒。我们这位被告资历比鸡精还老，台湾人叫他补血老将。以前妈妈看你脸色白，第一件事不是带你去验血，是煮一碗麻油猪肝。先问一句，解毒器官真的等于毒素仓库吗？答案是不等于。肝脏的工作是把毒素转换代谢掉，让它排出去，而不是把毒素存起来当纪念品。真正需要盯的残留物主要是重金属、铅这一类会蓄积的东西，而台湾对这件事是有标准的。食药署定有牛、羊、猪及家禽可食性内脏的重金属限量标准，猪肝的铅限量是每公斤 0.5 毫克。也就是说，这件事不是靠信心解决的，是靠抽验跟法规解决的。那营养呢？这位老将的成绩单说实话有点吓人。每100公克猪肝铁质接近10毫克，而一般成年女性一天建议的铁摄取量是15毫克。维生素 A 更夸张，每100公克大约含3600多微克，是成年男性一天建议量的6倍上下。再加上维生素 B12、锌、优质蛋白质，热量却不算高。然而事情没这么简单，猪肝身上有另一条罪名，而且这条在中老年族群里杀伤力更大，胆固醇。每100公克猪肝的胆固醇大约350毫克，这个数字曾经足以判他死刑，因为过去的饮食指南写着一天胆固醇不要超过300毫克，100公克就超标，这谁敢吃？可就在所有人以为猪肝要永久除役的时候，证据那一边翻盘了。215到22年版的美国饮食指南把胆固醇从应该限制摄取的关注营养素名单里拿掉了，那条一天300毫克的天花板被移除，理由是后来的研究显示，吃进去的胆固醇对血液胆固醇的影响没有当年想象的那么直接，真正该盯的重点转向饱和脂肪与反式脂肪。注意，这不代表随便吃，这代表的是当年那个把猪肝一刀砍死的数字本身就不是一个牢靠的判准。判决带毒罪不成立，胆固醇罪改判有条件通行。条件是什么？台湾营养师普遍的建议是肝脏类每周吃1到2次，每次不超过100公克。另外，卫福部的孕产期营养手册建议孕妇每天猪肝的量约30公克，因为维生素 A 过量对胎儿发育不利。有在服用降血脂药物或本身有慢性疾病的人，分量请跟你的医师确认。冤枉指数3颗星。第4名退庭。现在全场最受瞩目的案子第3案，被告味精，我们给他一个绰号叫白色的冤大头。先讲出身。1998年，日本东京帝国大学一位教授池田菊苗在喝昆布汤的时候认定，除了酸甜苦咸之外，还有第5种味道。他把那个味道命名为爱鸡方便，也就是我们今天说的鲜味。同一年，他从昆布里分离出结晶，并在那年7月拿到专利。隔年1999年，他解决了量产问题，把麩胺酸跟钠结合起来，做成好保存、好使用、好入口的粉末。一家叫味之素的公司就此诞生。在那之后的半个多世纪，味精在亚洲，在美国的中餐馆，在食品工厂里一路畅行无阻。然后1968年4月4日那一天，美国的新英格兰医学期刊登出一封读者投书，写信的是一位华裔医师郭浩明。他描述自己每次在美国的中餐馆吃完饭，就会出现一些症状，后颈发麻，慢慢往两边手臂扩散，全身无力，心悸。请注意，这封信的内容非常关键。他在信里列了3个可能的嫌疑犯：盐、料理、米酒，还有味精。他自己都不确定是哪一个。
他没有做实验，没有对照组，那就是一封个人的观察笔记。哪知道现实又反转了，而且是往最荒谬的方向反转。信登出来1个月后，期刊陆续刊出10来封其他医师的回应，说他们自己、朋友或病人吃完中餐也不舒服。这些症状包括昏厥、背部痉挛、冒汗、头晕、下巴发麻。奇怪的是，几乎没有2封信列出的症状是一样的。就在这一片混乱里，一个名词被造出来了：中餐馆症候群。一个没有定义、没有实验、症状彼此对不上的名词，靠着媒体转载，变成了几十年的全球共识。隔年1969年，火上加油的第2把火来了。一位神经科学家欧尼在科学期刊发表研究，对刚出生的小鼠皮下注射大量脯氨酸钠，造成脑部包括下视丘在内的神经坏死，长大后出现骨骼发育不良、肥胖、雌鼠不孕。这篇研究是真的，数据也是真的，但我们得把它的条件念出来。对象是刚出生的幼鼠，用的是皮下注射，不是吃。而幼鼠出生时的发育阶段大约相当于人类怀孕中期，那时候血脑屏障还没关起来。把帮新生幼鼠打针推论成大人炒菜撒1小时，这一步跨得有多大，你自己感受一下。然而事情没这么简单，因为到了这一步，恐惧已经跑得比证据快太多了。餐厅门口开始贴本店不使用味精，家庭主妇把味精罐从橱柜深处拿出来丢掉，超市货架上出现无添加味精的标语，一贴就是几十年。我们现在来看新证据。第一，主管机关的立场。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早在1958年就把味精列为一般认为安全的成分，跟食盐、发粉这些常见材料放在同一类。第二，国际评估。联合国粮农组织与世界卫生组织底下的食品添加物联合专家委员会在1988年做出结论，饮食中摄取的脯氨酸总量不构成健康危害，甚至认为没有必要定出一个每日容许摄取量的数字。第三，独立复审。90年代，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委托一个独立科学团体重新检视味精。1995年的报告结论是味精安全，并指出一件很多人没想过的事：香菇、起司、番茄里天然存在的游离脯氨酸跟工厂做出来的脯氨酸在化学上是同一个东西，身体分不出来。第四，直球对决的人体实验。2年前后发表的一项多中心双盲安慰剂对照研究，招募了130位自认我对味精过敏的受试者，让他们在不同天分别吃下5公克味精与安慰剂，而且是空腹不配食物的状态。结果呢，大剂量不配饭的味精确实比安慰剂引出更多不舒服的回报，但关键在后面3句，没有观察到持续性或严重的影响，回报的比例很低，症状彼此不一致，而且重复测试时做不出同样的结果。翻成白话，那个叫做症候群的东西在实验室里抓不住，而现实生活中没有人会空腹干吃5公克味精。可就在所有人以为这件事就这样落幕的时候，19年又冒出一个插曲。一位美国的骨科医师出面宣称，1968年那封信是他为了跟同事打赌而写的恶作剧。这个说法后来被指出有不少对不上的地方，真相到今天仍有争议。但你发现没有，重点根本不在那封信是真是假，重点是一封没有实验，作者自己都说不确定的私人来信，居然可以在全球通行50几年。判决中餐馆症候群不成立。那味精有没有该扣的分？有，它含钠，但这里有个很多人不知道的数字，味精的钠含量大约 13%， 而食盐大约 39%， 味精的钠大概只有食盐的1/3。也因为这样，近年反而出现一种减钠策略，煮汤或做菜时把盐减掉3成到4成，再用少量味精补回鲜味与厚度，整体钠含量可以往下降2成到4成，味道还撑得住。台湾食药署也提醒，患有高血压、心脏病、肝肾疾病等需要限制钠摄取的人，即使味精的钠比食盐低，仍然要留意总量。这句提醒该讲，我照念。那有人会问，货架上还有一种写着高纤的，那又是什么？那是在脯氨酸钠之外
另外加了核苷酸类的鲜味成分，2种凑在一起，鲜味会互相加成，所以用量可以更省。名字听起来高级，本质还是同一家族的东西。顺带一提，成分表上如果写的是 L 麩酸钠，那就是味精。食药署已经准许直接标示为通用名称味精，不必再对着成分表猜谜。冤枉指数4颗星。第3名退庭。第2案被告罐头，罪名有2条：一、防腐剂加到满；二、营养早就死光了。我们叫它铁皮时空胶囊。先讲出身，这一段很像战争片。179年代的法国，拿破仑的军队面对一个死结，士兵不是被打败的，是被饿垮，被坏掉的食物拖垮的。当局祭出高额悬赏，征求一种能让食物长期不坏的方法。一位糖果师傅出身的人，尼可拉斯·阿佩尔，花了10几年试出玻璃瓶加热密封的做法，在181年前后拿下这笔奖金。同一年，英国那边有人把这个概念换成金属容器，申请了吸罐专利。这里有个荒谬到好笑的细节，罐头问世之后，人类过了将近半个世纪才发明像样的开罐器。早期的罐头上头甚至写着请用凿子跟锤子沿着边缘敲开。好，回到罪名，罐头到底加不加防腐剂？答案会让很多人愣住。台湾的法规明文规定，罐头一律禁止使用防腐剂。那它为什么放2、3年不坏？靠的是商业杀菌。食物装罐，抽掉空气，密封，然后整罐送去高温加热，把里面能在常温下繁殖的微生物杀掉，尤其是毒性极强的肉毒杆菌。密封之后，外面的细菌进不来，里面的氧气也少，所以能放。换句话说，罐头靠的不是化学药剂，是物理跟热这一条，冤得彻底。那第2条罪名，营养死光了呢？哪知道现实又反转了，而且反转的有点打脸。食品科学期刊的研究显示，蔬菜制成罐头之后，营养素大约还能保留到80%，冷冻蔬菜大约90%。而所谓的新鲜蔬菜，在采收、运送、摆放、烹调的过程中，最多可能流失掉1半的营养。有研究把3组蔬菜拿来比，刚买的、在冰箱放5天的，还有冷冻的，结果3组的营养差距很小，而且有好几种营养素，冷冻那一组还赢过在冰箱里躺了5天的新鲜那一组。更有意思的是番茄，番茄里的茄红素在罐头里反而比生鲜的高。因为加工过程的高温会把茄红素从细胞壁里释放出来，让身体更容易吸收。密西根州立大学的研究也指出，番茄罐头在几种 B 群维生素上的表现同样不差。胡萝卜的贝塔、胡萝卜素也是类似的情况。判决：防腐剂罪完全不成立，营养死光罪不成立，且部分项目反胜生鲜。但这位被告有前科，我不会替他掩护。第一，钠。很多汤类、腌制类罐头的钠含量偏高，血压在控制中的人要看营养标示，能冲水的冲水，能沥掉汤汁的沥掉。第二，糖，水果罐头泡的那圈糖水，喝下去是实实在在的糖。第三，罐内涂层的双酚 A， 部分罐头内壁涂层曾使用含双酚 A 的材料。台湾对食品接触材质定有双酚 A 迁移限量，不得超过 0.6 ppm。婴幼儿奶瓶则已全面禁用含双酚 A 的材质。近年不少业者也陆续改用不含双酚 A 的涂层，选购时包装上通常会标。还有一条最实际的，罐身如果膨胀、生锈、严重凹陷，或是真空钮已经浮起来，那罐东西不要冒险，直接处理掉。冤枉指数4颗半星。第2名退庭。现在第1案压轴的被告，也是全场冤枉指数最高的一位。被告微波加热过的食物，罪名有3条，而且条条听起来都很吓人。1. 微波会让食物产生致癌物。2. 微波是辐射，等于把食物照过 X 光。3. 微波把营养全部破坏掉。我们给这位被告的绰号是厨房里的老实人，他每天替你热便当、热牛奶、热昨天那碗卤肉，然后被你骂了30年。先讲出身，这一段的起点是个意外。1945年，美国雷神公司的一位工程师珀西·里史宾塞在测试雷达用的磁控管时发现，他口袋里的巧克力糖融掉了。
他没有把它当成天气热，他把玉米粒放到磁控管旁边，玉米粒爆开了。同年，他提出专利申请。1947年，第一台商用微波炉上市，名字叫 Radarange， 因为它用的就是军用雷达那套产生无线电波的管子。那台机器有多贵？一台要价$5000，以当年的物价，那是一台车的等级。从雷达站走进你家厨房，这条路他走了几十年，而他一走进来，谣言就跟着进来了。那我们直接处理最吓人的那条，微波是不是辐射？答案是，它确实是一种辐射，但这里有一个关键分叉，很多人一辈子没被讲清楚过。辐射分成2大类，游离辐射与非游离辐射。游离辐射能量高，例如 X 光、伽马射线，它有本事把电子从原子上打下来，能破坏 DNA， 这才是跟致癌风险连在一起的那一类。微波炉用的是非游离辐射，频率大约 2.45 GHz， 它的能量不足以打断化学键，也不足以改变 DNA。 它做的事情只有一件，让食物里的水分子快速转动，互相摩擦，摩擦生热，食物就热了。所以微波加热的本质跟你拿锅子炒、拿电锅蒸是同一件事，加热，它不会让食物带有放射性。世界卫生组织的立场也是，只要依照制造商的指示使用，微波炉不会带来健康风险。而美国的食品药物管理局从1970年代起就对微波炉的泄漏标准进行规管。然而事情没这么简单，因为还有第3条罪名没处理，营养。这一条的答案恐怕会让不少人不太舒服。微波加热通常时间短，用水少，而水溶性的维生素，例如维生素 C 跟 B 群，最怕的就是泡在水里久煮。所以在很多比较里，微波保留营养的表现跟其他方式相当，有时候甚至比水煮更好。换句话说，那个被你嫌弃了30年的老实人，在保留营养这件事上，很可能赢过你家那锅滚了20分钟的青菜汤。判决：致癌罪不成立，辐射罪改判为性质误认，破坏营养罪不成立。那有没有该注意的？有，而且要讲清楚，真正的风险从来不在微波，在容器。不是所有塑胶容器都适合加热，塑胶在高温下可能溶出不该吃的东西，所以请认明可微波的材质标示，外带汤品换到瓷碗或玻璃碗再加热，保鲜膜不要直接贴在食物表面。另外，金属容器与有金属边的碗盘不能进微波炉，这是火花与起火的问题。还有一条是安全问题，微波加热容易受热不均，中间可能还是冷的。加热肉类，加热给长辈或幼儿的食物，中途搅拌一次，多热一下，比什么都实在。冤枉指数满分5颗星，他的罪名最没有科学根据，流传最广，而且被冤枉的时间是每一天每一餐。第1名退庭。好，5个案子审完了，现在我们把平反名单倒组念一遍，从最后1名往上数。第5名鸡精，当年被骂成一瓶褐色的水，平反的理由是支链氨基酸与健康食品认证，但它终究不能取代一只鸡，也不能取代一顿正餐。第4名猪肝，当年被判解毒器官等于毒素仓库，平反的理由是肝脏代谢毒素而非囤积，加上重金属限量标准，胆固醇那条天花板也已经在2015年被拆掉了。第3名味精，当年被一封1968年的私人来信判了死刑，平反的理由是1958年的安全认定、1988年的国际评估、1995年的独立复审，以及130个人亲自上阵的双盲实验。第2名罐头，当年被说成防腐剂桶子，平反的理由是台湾法规根本禁止罐头使用防腐剂，它靠的是高温杀菌加密封，而番茄罐头的茄红素还赢过生鲜番茄。现在停在第1名。第1名微波加热过的食物，它为什么是第1名？因为它是这5个被告里唯一一个你家一定有的。味精可以不买，罐头可以不囤，猪肝可以不吃，鸡精可以不喝，但微波炉几乎家家户户都插着电站在那里，超商的便当要它，冷冻水饺要它，昨天那半碗饭要它，孩子放学回来那杯牛奶也要它。一台被误会了30年的机器，天天在你的厨房里上班，从来没有替自己辩护过一句。
他被冤枉的不是有没有营养，是他的清白本身。一个连 DNA 都碰不到的电磁波被说成会致癌，一个能少用水、少花时间，反而更保住维生素的加热方式被说成破坏营养。所以第一名不是味精，也不是罐头，是那台你每天用、每天骂，却从来没真正认识过的老实人。下次你按下那个30秒的按钮，听见里面的转盘开始转的时候，可以稍微替它平个反，它从头到尾只是在替你的晚餐加热而已。